谢霞逊棋王杯象棋国际公开赛首轮的焦点对决是由红方外星人王天一对阵黑方弃子大师曹元磊。开局选择中炮进三兵对屏风马。前面的开局比较流行，红方武器炮，黑方就外马封车，红方跃马攻击黑方中路，黑方选择抬车保住。这里红方是不能直接吃进去的，否则黑方踩掉。红方打马，黑方车平5杀炮。红方如果平炮，黑方有一个车5退2的妙手，那么这里打车，黑方可以炮8平5叫将抽车，红方丢子，这个棋呢就大亏了。所以下到这里，红方不能冲动，强行攻击中路是不行的。实战王天一选的横车是正确的下法。黑方车1平4，王天一选择打卒，先捞取实惠。黑方选择飞象，红方再打掉边卒。虽然这个棋红方是连续吃掉了2个卒，捞取了物质力量，但是阵型上的弱点也比较明显。黑方抓紧反击，选择进炮，这里准备打红方的边马。此时红方如果选择挺兵，假设这么下，黑方可以炮打边马。那这里2路车没有跟，你只能去吃对方。黑方打炮，这边打着车，这边吃着底车，红方必丢1车之后，丢子必败。所以这个棋黑方进炮过来之后，王天一选择车2进1非常的必要。那么此时如果你再打马，我就可以把你简单飞了这样呢红方占优。所以黑方不能去打马，选择炮2平3攻击红方的底象，这也是红方阵型上比较明显的弱点。此时这个象就不能去保了如果选择回马硬扛，那黑方可以马2进3吃进来，黑方明显占优。红方走到这里没有太好的办法。实战当中选择车9平8是正确的走法。以下有多种下法，我们来分析分析。其一呢，就是很明显要炮打象，将军。如果你打将呢，我就补一个士，黑方跳马也是必然，你不能让我白吃。那走到这儿呢，红方有一个士5进4，要求对炮，同时把车亮出来，将来要车2平6。那现在要牵你，黑方大概率要吃，红方就飞掉。那现在呢，抓炮是一个先手，将来红方还可以考虑车2平6强行对车，或者扔底炮再进攻，这样的一个手段呢，黑方没有便宜。所以实战当中黑方没有选择去打象。那么如果选择打马呢，就更加的不理想。红方可以简单吃车，你吃进来，我就进车呢去抓你的马。你打象一将，我就补个士，这个棋呢黑方没便宜。如果你吃我的车，我可以吃马捉炮，如果你踩我的炮，我就飞掉你。车你总是要吃的，这样呢我再把炮打回来，形成这个局面呢，虽然黑方多一个象，但是呢这个马太低，前线只有车炮，红方满意。所以以上的2种走法呢，黑方认为都没有便宜，所以实战曹元磊呢就走一个马2进4，也是可行的下法。红方选择回马，其一是避开黑方炮的一个苗，同时呢不让你打底象。黑方选择退炮，准备下步棋要炮8平3，红方进车一捉，黑方一躲，红方此时形势不错，应该选择进炮是比较犀利的走法。下步棋准备要炮9平6，背后都打，黑方怎么防？如果选择车8进1，那会造成车炮无根，红方再选择进炮，此时黑方没有平炮的棋，因为你现在是无根车炮，黑方炮8平3的计划就落空了，红方占优。那么实战当中这个棋呢选择的是士4进5，红方补士是一步还手，给了黑方进攻机会。此时黑方有2种进攻方法，其一是选择冲进来，效果可能不是太好，因为红方有一个平炮打马，你进车抓我就炮5平4，那黑方的马卡在这儿也很难受。那如果选择冲，我就吃掉你，你一吃我一吃你一吃，交换完之后红方还是多兵要占一些优势，黑方不利。所以实战当中黑方没有选择进马，而是炮8平3，
下得非常细腻。曹大师这一步平炮让红方很头疼，车没有跟，只能主动先对调。那对完之后啊，这边打着马怎么处理？王天一实战当中随手走了一个炮5平6，是劣势的关键。此时顽强的走法应该选择挺兵。那么黑方有2种下法，其一是选择直接打了。那么如果你打我的马，我现在再选择平炮打车，你黑方就不能回马去踩我的炮了，因为啊你的炮已经走开了，我这里有一个平炮打车的棋。黑方这个车非常的难受，你只能跳，这样我再把炮一打，红方占优。如果这个局面下黑方选择用马来吃炮，我就马四退5，正好用马蹬回来，把自己的骑肉马保住，形成连环，这样我的兵吃你的炮，红方也是可以满意。因此啊，这个局面下呢，红方选择顶兵，是一步妙手。实战王天一选择炮5平6，这步棋啊看起来打串是一步不错的选择，但是黑方有一步精妙的回马金枪，反倒呢是踩炮抢先。这里正好红方不能马4进6，因为如果你跳马看起来打车好像挺妙，但是黑方可以踩炮反而去抓红方的车。那么如果红方吃，黑方吃，双方交换下来，黑方打马得子占优，显然不行。那么进马不行，进炮打车也不行，进炮打车黑方可以回马蹬车，这样下呢红方也要吃亏，因为现在车、炮、视角炮还有骑路马都在黑方的火力范围，所以实战当中王天一无奈选择炮沉底线，准备弃子攻杀。此时黑方如果打马，红方可以打炮，所以黑方选择打炮是比较理想的下法。王天一选择吃，黑方打，红方就杀个象。那么下到这儿啊，还是车5平2可能更加的凶狠一点。这里平车抓马，黑方大概率是要把大子丢回去的。如果你上一个拐角，我就车2进1继续捉，你不能出将，否则我车2平3。如果你平炮保住，大不了我把马跳回到中路，这个马呢黑方还是很危险啊，大概率是要丢掉。实战当中王天一特大选择踩卒，是想下步棋再平车捉马，但是啊黑方不再给你机会了，走了一步退车对车，把红方的车就给对死了。那为什么不能吃卒呢？如果选择吃卒，那黑方可以平车捉炮，你一躲再回马蹬双，这样红方少子肯定是不理想，所以王天一没有办法，只能去对车。黑方这样一吃，形成了黑方多子，红方多兵多象啊，这样一个2分的局势。那整体来讲呢，还是黑方多子要好下。实战王天一回马，黑方跳马，红方冲兵，黑方平炮，准备把炮先退回去，王天一挺兵，黑方跳马踩兵，红方赶快补象保住，黑方再冲进来准备要卧槽，王天一赶快补强防线。此时黑方选择退下2线好棋，准备炮2平5去打中兵，这里抓住了红方的痛点。此时王天一选择冲兵，黑方应该炮2平5，很可惜没有这么下。如果走炮2平5，红方的中兵不好防守，如果选择横兵，那就简单打了，你一吃我一打，这样下呀黑方保留一个边卒，将来有比较大的概率能够取胜，毕竟黑方是多一个大子的马炮残局。但很可惜曹大师没有这么下，选择的是卒5进1，王天一选择下兵。双方在这里啊时间比较紧张，那多走几个回合呢，加一加秒。下到这里黑方选择叫将，王天一出帅。在这个局面下，黑方依然是有非常好的机会，应该选择跃马上来踩兵，那么红方的兵一躲，再选择炮2平5。总之这个棋啊选择摆中炮是核心，准备打掉中兵。那么现在如果红方用马去看兵，黑方的拐角马就跳出来了啊，因为你这个马一动，人家就马6进7。如果你横兵，人家就打过来啊，你一吃马呢，正好有个卒5进1，这样呢吃着马叫着杀，红方的马丢掉之后，黑方马炮卒形成胜势。
这个棋啊，大概率呢黑方容易取胜。但非常可惜，曹大师呢再一次错过了良机，没有选择拐角马再摆中炮，而是选择了落士。那么这个士一落呀，这个炮呢就白退了，只有一个炮二平四的点呢不够犀利，红方退炮一防就可以了。你一将我垫上，大不了我这样一扛，你没有骑的啊，将来呢你的马上不来，我这个骑兵再冲下去。所以黑方一看啊，这个棋将呢意义也不大，所以呢先上马，红方一横兵，再选择进炮。这里呢伏有卒5进1的威胁，红方必须要防。实战选择羊角士，那黑方就回马。这个局面下，红方如果想求和，就简单把马对了，但是呢剩一个单炮，只能是被动防守，这不符合王天一的棋艺风格，所以呢不跟对方去对马，强行往上冲。但是这个棋这么下呀，也是有很大的风险。实战黑方进马一踩兵，红方冲兵，黑方退炮一打，此时红方很麻烦。王天一选择跃马打马抢先，曹延磊就选择平炮将军。你一进将再回马踩炮，虽然红方可以炮打边卒，但是黑方踩势一将再选择打兵，依然呢有非常大的优势。因为把红方的过河兵给消灭之后，黑方多子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王天一此时非常危险，选择冲兵，黑方上马再横兵，想赶快把这个中卒啊给干掉。此时曹延磊选择卒5进1是正确的，但是红方一吃，黑方此时犯了一个失误，此时应该选择马5进7，上马踩炮踩兵，红方的炮没有好位置，只能平七，这样黑方吃兵保留3个大子，这个棋啊有很大的取胜几率。虽然红方有一个卧槽叫将打一个象，但是黑方就上将，这个棋没有事，有惊无险。黑方还是多子占优，尤其是2个马呀位置非常好，将来马7进6直接进攻，红方不好招架。这样下的话呢，黑方还是有很大的几率去取胜，不能轻易对子。但非常可惜的是，曹大师啊此时呢走的是回马吃兵，随手一吃以为没事儿，王天一心明眼亮，劣势情况下非常顽强，选择横兵抓马，这样呢必然形成对子，黑方失去了最后的取胜良机。因为你的马无论往哪跳，人家摆中炮一将，我们可以体会到这样一个次序的差别。先去吃兵，被人家把子对掉了，这个棋就和了。如果先上马再去吃兵，这个棋啊有很大的取胜几率。走到这儿呢，黑方没有办法，只能交换。那么交换完之后，虽然黑方还是多子，但是啊红方马3兵也具有相当的攻击力。关键是呢2个子是不好去取胜的，这个棋啊基本核定。那么下到这儿呢，红方王天一再把这个兵也冲上去，虽然你将军我可以出来啊，走到这儿呢，红方的2个兵已经呢全部杀入对方的府地啊。下到这儿呢，那么曹大师啊就主动求和，王天一呢也是欣然接受。因为走到这个局面下呢，红方有3个兵，而且2个兵马上要拉手，黑方想去取胜已经是非常困难。所以呢走到这里啊，双方就握手言和了。在这场焦点对局当中，双方都错过了一些机会，最终是激战成和。